宋爷爷正在通道门口迎接瑞宝、辉宝回室内园区。宋爷爷摸了摸瑞宝的头，瑞宝还不愿意，让宋3岁把手撒开，自己的发型都乱了。瑞宝生气，转头又要回去。瑞宝坐在通道门口，既不进来也不出去，故意为难。当瑞宝、辉宝觉得生活无聊了，总能给自己找到乐子。丰容不够时，那宋3岁就是姐妹俩把玩的对象。一会儿，瑞宝、辉宝回室内后，姐妹俩各自有各自的想法。辉宝回来后感觉肚子饿了，先是来到了竹子前吃了几口竹子，填了填肚子。瑞宝回来后就爬上了他的独木桥，在上面给姨姨们表演起了杂技，一顿操作都是技术活，这要是开启打赏，礼物都能直接刷爆。瑞宝不断表演着花活，倒挂在树杈上，倒着看着姨姨们。辉宝这里吃饱了，走去了饮水盆前喝水。辉宝这一举一动已然有了一副大孩子模样，隐约中透露出来爱宝的身影，喝水姿势也很标准。辉宝喝完水，爬上了小树，开始辉宝想走独木桥的，停留下来想了想，然后又爬上了另外的一棵小树。看似辉宝有点迷迷糊糊的，但实则辉宝有自己的节奏，因为从这里爬不会被姐姐挡着。但辉宝忽略了瑞宝这边，瑞宝眼看辉宝快爬上来了，走到了辉宝这端趴了下来，堵住了辉宝上树，然后趴着静静的看着辉宝怎么上来。辉宝的机智在瑞宝面前还是如此的不堪一击。不管是福宝还是瑞宝、辉宝，爱宝对于他们的爱从来没有变过，只是方式变了。以前爱宝带福宝回家都是直接咬着拖回去的，但现在是2个了，而且这姐俩一样的沉。如果给其和福宝一样咬着拖回去的话，爱宝的下巴都得脱臼了。但爱宝也并没有对姐妹俩不管不顾，同样会陪瑞宝、辉宝一起回去。当爱宝和瑞宝一起回家时，走到一半发现辉宝没有跟上来，于是爱宝和瑞宝又掉头回去了，坐在通道门口等着辉宝过来，然后一起回家。当然不光同样的爱，就连无情抛弃的时候也一样。爱宝不想接娃下班了，就交给奶爸。福宝时就这样了，之前爱宝已经回家很久了，福宝却还迟迟没有跟上来，于是宋爷爷便出手了。同样当瑞宝、辉宝被抛弃在室外时，爷爷们就会出手，2个爷爷轮番接，可不能给他宝贝孙女们关在室外了。而当他们回到室内后，瑞宝、辉宝与福宝之间就不同了。瑞宝、辉宝从室外回来，姐妹俩看到彼此在睡觉，自己也要睡，不过这方便了爱宝，爱宝这样就不用带娃了。不过难受了爷爷们，因为不能打扰他们睡觉，爷爷们忍得手痒痒，但也只能克制。每次放下竹子打扫完青团就赶紧起来，当然也希望他们能够中途醒来，但姐妹俩睡得太沉了，任何动静都吵不醒。而福宝小时候从室外回来时依旧活力满满，爷爷们可以放心的跟福宝玩，尤其是老宋头这里，每次都搞得福宝烦烦的。老宋头跟福宝比，老宋头才是那个烦人的小妖精，给福宝从小烦到大。不过现在福宝再也不会烦老宋头了，再也没有机会烦老宋头了。乐宝再一次坐实了大熊猫是近视眼这一结论。原本今天万圣夜，圣熙姨母和另外一个姨姨想给乐宝整点小惊喜，精心在地上插了胡萝卜和窝头，但当乐宝走进室外园区时，却与窝头和胡萝卜来了个擦肩而过。乐宝丝毫没发现旁边的窝头和胡萝卜，昨天也是这样。等乐宝在园区溜达完一圈再回来时，才发现姨母插在地上的胡萝卜花束。乐宝走过来一下就给竹子掰断了，然后挨个吃着上面的胡萝卜。这一下什么浪漫的氛围都没有了。乐宝也不是第一次这样了，因为能让乐宝浪漫的只有爱宝。乐宝在跟爱宝谈恋爱时，妥妥细节男神。爷爷们当时为了进一步拉近爱宝和乐宝的距离，经常让爱宝和乐宝互换房间。爱宝察觉到这一现象后，每次出门都要在门口为乐宝留下标记，就像是在留信一般。而乐宝在收到这一信件后，乐宝激动坏了。乐宝闻遍了爱宝的房间的各个角落，同时乐宝还给爱宝房间的各个角落都做上了标记，生怕爱宝看不到自己留的信件。当爷爷给爱宝的房间关上时，乐宝那叫一个依依不舍，抱着爱宝的门口不想走。这个深情给爷爷看的都感动了。乐宝因为早上去过爱宝的房间，这整个一天里乐宝都是开心的模样。而因为乐宝留的信件太多了，这让作为电灯泡的福宝都闻到了。这个年纪里的福宝还不懂爸爸和妈妈的情感是怎么样的。爷爷问福宝是不是墙上臭臭的，亦或者是不是读到了爸爸给妈妈留的信件的内容。为此，江爷爷还好奇的学着福宝的样子，尝试读一下乐宝的信件。江爷爷闻了半天讲道，乐宝和爱宝的信件应该是加密的，自己什么也没闻到，可以说是一点气味也没有。所以乐宝并不是不浪漫，而是乐宝的浪漫是爱宝专属。现在姨姨们拿准了瑞宝、辉宝下午不营业只睡觉的规律了，
所以上午时姨姨们都扎堆来室外园区看瑞宝辉宝。到了下午，那场的游客就直接减半了。瑞宝辉宝不整活，姨姨们就只能看他俩睡觉，来早了还能看看姐妹俩的吃播。同时饲养员们的工作也省事儿了，只需要不断填竹子就可以了。辉宝这里的竹子一边吃一边掉，竹子没吃几口就全掉光了。辉宝这里没有竹子后，来到了瑞宝这里，直接强硬的给瑞宝手里的竹子抢过来，不给就哭闹。瑞宝拿自己这个妹妹真是没有办法。吃到姐姐的竹子后，辉宝开心了。如果下午来晚了，那瑞宝辉宝这觉能给姨姨们睡的，真是一睡一个不吱声，一下午都不带从树上下来的。姨姨们试问瑞宝辉宝屁股不会躺麻了吗？姐妹俩非但不会，而且还要硬凑在一起才感觉舒服，尤其是瑞宝非要挤在辉宝身上才可以。爱宝也很惬意，因为姐妹俩很安全也老实，在树上躺着，爱宝也不用担心什么。爱宝这睡觉姿势完全体现出了自己内心的舒适感。隔壁的乐宝更不用说了，乐宝向来没啥烦心事，可以说是宝家下午一个想营业的也没有。果然宋三岁就是宋三岁，跟瑞宝辉宝同龄的他，瑞宝辉宝的一举一动都能读懂。姐妹俩这彼此打闹的模样，宋三岁看懂了。宋三岁表示姐妹俩这是在玩追逐游戏，姐妹俩相互追逐，刚才是瑞宝追辉宝，现在该轮到辉宝追瑞宝了。刚说完辉宝就给瑞宝推下去了。第二天，宋三岁来到宝家房间，看到辉宝浑身沾满青团扭着的睡姿，宋三岁解读的是辉宝这个动作像是在跟自己比心，表示辉宝就连睡觉都是爱自己的模样。宋三岁一定是个女儿奴。对于瑞宝辉宝宋三岁，每一个细节都喜欢，小脚丫、小屁股，每一个部位都要夸上一下。当然宋三岁的深情不止于瑞宝辉宝，乐宝这里宋三岁同样也会整点肉麻的话。러바오, 너랑 생활한 지도 9년이 돼가는데 9년 동안 하루하루 볼 때마다 이렇게 새롭냐 너네들이. 아주 매력 덩어리야. 생각해보면. 宋三岁这土味情话，乐宝听的都要起鸡皮疙瘩了。而老宋头只允许自己夹着声音跟宝家说话，当看到别人家声音跟宝家说话时，就吃醋去捣乱。 오바오님, 평소에 저한테도 그런 사랑스러운 말투로 얘기해주시면 안 됩니까? 얼마나 사랑스럽게 얘기하는데요, 송바오님? 오늘 처음 듣습니다. 저한테도 사랑스러운 말투로 부탁드립니다. 선배한테도 그렇게 부탁드립니다. 宋三岁是正经不过3秒，辉宝咱可以慢点吃，一口是吃不成胖子的。辉宝这是眼看自己的体重马上就要被妹妹追上了，辉宝今天拼命的吃竹子。最近瑞宝对着辉宝的体重是步步紧逼，这让辉宝感觉自己园区辉大王的地位有些不保了。趁着姐姐睡觉的功夫，自己要猛吃几口，领先姐姐才行。辉宝这小心思都不藏了，全写脸上了。而且最近辉宝的反骨越加明显，看似最近一直动手的都是瑞宝，但是仔细去看会发现事情的开头都是因为辉宝故意挑事儿。原本瑞宝跟在妈妈后面走得好好的，辉宝这里却在后面咬了瑞宝一下，吓了瑞宝一跳。瑞宝临阵起手，直接对着辉宝就来了一巴掌。而毫不知情的瑞宝正在树上舔手手，而且睡得很香，甚至香得有点太不像话了。而爱宝此时正坐在小木床上吃竹子，不过下一秒爱宝却又不拘小节了，立马抬起屁股对着窗外正看入神的姨姨们铲起了青团。爱宝铲完青团后还挺爱干净的，爱宝离开小木床走去了没有青团的小亭子上。爱宝来到小亭子上后又吃了会儿竹子，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就睡着了。爱宝这一睡就睡过头了，还是宋爷爷拿小苹果过来给爱宝唤醒了。2块清甜可口的小苹果给爱宝从睡梦中拉了回来。吃完小苹果后的爱宝也意识到自己该下班回家了。爱宝迈着小碎步走下小亭子，乖乖走回了舍内。